Hello， 大家好。那今天的手把手来带你来了解怎么样用币安来做多做空比特币，还有怎么开 USDT 的一个永续合约。相信很多朋友刚进币圈都听过一句话就是币圈一天，人间10年。那么意思呢，就是加密货币市场行情变化非常快，那一天的波动就能顶得上外面1年。除了价格跌幅涨幅大，还有一个原因币圈的人特别爱玩合约。合约能让你用更小的资金去撬动更大的收益，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杠杆交易。但是在收益放大的同时风险也会跟着放大，所以在玩合约之前一定要先把规则搞明白。今天给大家分享怎么使用币安做多做空什么是优本位永续合约。我们先讲理论，然后再来看实操。那么什么是永续合约呢？永续合约一般就简称为合约。简单来说它就是一种没有到期日的一个期货，传统金融里面的一个期货那它是一个可以让你投资人放大投资收益做到以小博大的一个投资工具，并且这个永续合约它是一种没有到期日的一个期货。传统里的一个金融的期货原本是农民用来对冲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比如说提前锁定粮食的价格，避免大起大落但到了币圈大家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个在币圈里面大多数人是把这个当成了一个投资工具，用杠杆放大收益，开杠杆加倍来获利，或者说对冲一个投资风险。那永续合约没有一个交割日期，只要你账户里的保证金够，就不会被强平，就可以一直持有。比如说你在比特币5000美金的时候开了一个多单，那等到涨到6万再跌回2万，只要保证金撑得住，那你就可以一直拿着，不需要像传统期货那样到期交割。那么永续合约的一个优点第一以小博大，因为它的合约可以开杠杆可以从1倍到125倍都有。举个简单的例子比特币涨3个点，如果说你买的是现货，那么你就赚3个点，但如果你用50倍的杠杆，你就可以赚到150个点。当然这个逻辑反过来也是成立的它的跌幅也会被放大。第二可以用来避险假如你长期持有比特币不想卖掉现货，但又担心短期下跌，你就可以在合约里开一个空单。那开空的收益可以抵消现货下跌带来的一个损失。第三点熊市牛市都能赚钱。币圈里的合约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你觉得要涨的话你就做多觉得要跌的话你就做空，只要方向对了，不管行情跌幅都有机会可以赚到钱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一个原因。但是合约的风险同样不能被忽视杠杆的放大收益的同时也会放大亏损。相反你赚得多，当然如果说方向反了，你亏的也多。首先第一个浮动亏损太大，那么会产生一个爆仓。爆仓是什么意思肯定很多新手朋友也不明白。爆仓的意思就是你用来开合约的保证金不够支撑价格的一个波动，那交易所会直接把你的仓位强制平掉。比如说你用20倍的杠杆做多，如果比特币下跌5个百分点，那么20乘以5刚好是100，你的保证金就会被吃掉，那你的仓位就会瞬间被平掉。哪怕1分钟后价格又涨回来，但你的仓位也回不来了。那币圈还有一个点叫插针，价格瞬间冲到某个位置又拉回来，像 K 线图大家可以看到，就像这里比如说像这根针很细很长，这根针大家可以看到，就像这种 K 线图里面突然伸出一根长长的针，如果这根针刚好打到你的一个爆仓价，你的仓位可能就直接没了。就算明明方向是对的，但是你的本金也会被扫光。那么这个插针可能就是在一瞬间在你不自觉的情况下，当你回头再来看的时候，那你的仓位已经爆掉了可能它的这个针刚好插在了你的仓位的这个点儿。经常可能有朋友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你晚上开了一个单，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你的仓位已经没了。如果说你设了止盈止损，要不就止盈了，要不就止损了，要不就是直接爆仓了。就算你的方向明明做对了但是它的这根针插到了你这个点上面，那么你的本金也是要被赔光的。接下来第3个点它的一个缺点就是人性的一个风险。这个怎么说呢？其实玩合约好的你的一个心态，很多人其实是控制不住自己的，不管你是赔钱还是赚钱。那么你赚钱之后你会飘你会觉得原来赚钱这么简单。但是当你赔钱之后
你也会上头，你也会想的我怎么样再去把它反败为胜，怎么样再去把它捞回来。所以这个人是很难控制的。如果说你不能够去理性的去参与交易的话，这个就非常的危险了，这就是人性的一个风险。所以很多时候赔钱呢，其实就跟你的心态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杠杆呢，它不光能够放大你的仓位它也会放大你的人性。好，这里呢给大家讲完了一个理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实际的页面。那么视频看到这里呢，还有没有注册币安的朋友呢，可以直接用你的手机浏览器扫描屏幕前的二维码，并且输入我的邀请码 TBNL8Q68这样呢就可以永久获取一个20%的一个手续费优惠。那么大家可以在视频的描述栏或者置顶评论里面找到我的一个币安注册链接。打开链接之后，进来之后呢，你看到的如果是英文的话，你点击右上角这里把它切换成一个简体中文或者说切换成一个繁体中文这里也有繁体中文，找到你国家的一个语言就可以。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回到左边，在这里找到一个鼠标，我们回到左上角这里点击这里一个合约，我们选择这里一个优本位合约。那么首次进行合约交易的朋友呢，需要开通一下合约交易。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呢，现在这儿呢，它显示的是一个 ETH 对 USDT 就是一个以太坊的一个交易对。首先呢，我们想要交易合约呢，我们先要了解这整个的交易界面。首先进来之后，你先找到你的交易对就在左上角这里这儿我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电脑端PC 端的一个界面。等一会儿呢，我会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手机端的一个界面。首先你鼠标移到这上面，你可以看到它下面的一些交易对。稳定币这上面 BTC 比特币对 USDT 英币以太坊，这里接着往下都是一些交易对你想要交易哪一个，你就可以直接选好。可以看到后面是它最新的一个价格，比特币最新的价格115000多英币是920多这里以太坊呢是4700多。这里能看的就是它最新的实时的一个波动的价格，这里还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涨幅的一个比例百分比，后面是它的一个资金费率。接下来呢，我这里就用这个以太坊来给大家讲，大家可以看到在最顶上这一排这里它的一个实时的一个价格4709，它正在波动。这里是一个标记价格，这里是一个指数价格，这个标记价格就是期货价格那这个指数价格呢就是一个现货价格。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期货和现货之间呢还是有那么一点差距有点细微的一点差价4713、4711。但是永续合约的好处就是呢，它的一个期货价格基本上算是保定了这个现货价格，没有过多的一个偏离值。后面这里可以看到，这儿是一个资金费率。那这个资金费率是币圈永续合约独有的一个东西。这个呢，它怎么控制这个标的这个价格，不过分偏离这个指数的价格用了这个资金费率。那如果说做多的人越多，做多的人呢，他就会每8个小时呢为做空的人呢支付一次资金费率。所以这个资金费率呢，它就可以有效的限制大家去疯狂的往一侧去开单，把这个价格给它推高。后面还有一些数据可以看到，24小时内它的一个最高价24小时之内它的一个最低价。那价格差距还是有点大最高价的时候达到4700多最低价的时候是4500多中间有200来个点的一个差距。后面还有24小时它的一个成交量24小时一个 USDT 的一个成交量，还有合约持仓数在后面也能看到。后面这些数据呢就不过多去给大家讲了。下面这个图表呢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区域这个图表。这里呢它也有它的一个时间线比如说上面可以看到有15分钟的，也有1个小时的，有4个小时的有1天的有1周的有日线有周线。你可以看到切换成15分钟呢，它显示的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切换成4个小时它显示的就是这样子的。周线呢可以看到它就显示的就更多了。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大概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比如说4小时的，你就可以通过你知道可以看一下这4个小时之内呢它的一个最高价是多少。新手的话前期可以好好的来学习一下这个 K 线图。在这个图的右边这里它还有一个深度图是买卖盘的一个深度。如果大家对这个深度有研究的话或者有要求建议你也可以来仔细的看一下整体你可以点击它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深度图哈。这个深度图的话，其实这个是要有一定的基础哈。一般我们大部分的人哈，可能都会选择是用的是基础版的基础的一个图。那在中间这里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订单簿哈，上面是红色的，下面是绿色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有很多人肯定也是遇到看了这个他跳来跳去的，看了眼睛花，这个有什么用呢？那么我们也可以这里截个图。很多时候啊，有什么不懂的，其实我们可以问一下 AI， 我就截上面这个订单簿。这儿问一下 GPT 哈，我这里直接粘贴上来。这里如果说你问 GPT 哈，它有一个识图的功能，它能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的啊，你也不必要这里去搜那里去搜。特别对新手来说啊，我觉得有一个好用的 AI 工具非常的重要。如果在这里你还没有 GPT 的账号哈，那描述栏有一个 GPT 的一个独立账号，大家可以去购买。那也有想要充值升级 GPT 的，因为普通版它是没有办法识图哈，只有这个升级版才能识图啊。你也可以去升级你的 GPT 啊，直接去找这个平台去代充。相关链接哈，大家可以在视频描述栏找到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图是什么意思。这个图你可以看到，它给我们解释，它是一张加密货币交易所的一个订单簿。那中间这个显示的价格呢，这个双方买卖挂单的一个价格，上下的这个价格。它有对应的数量哈，还有对应的一个买了多少枚。这里上面红色区域可以看到，红色区域呢代表的是卖单，绿色区域代表的是买单。那这上面红色区域啊是卖单，下面是买单。那中间这里就是它当前的一个实时的一个价格。OK， 弄明白了之后，让我们继续。那我们就接下来回到整个界面的最右边。我们从最上面开始看，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逐仓，那我们点一下这个逐仓，点完之后呢，中间这里会出现一个保证金模式。保证金模式里面它有两种啊，一个是全仓，一个是逐仓。那么这个逐仓是什么意思呢？就假如说我的仓位里面有200美金，那我用100美金呢去开了一个杠杆。如果说这个杠杆产生爆仓的话，那我只会赔这100美金。那么我的另外100美金呢，它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全仓呢，就恰恰相反。如果我的200美金哈，我去投了100美金，那么爆仓呢，那我的这200美金就全没了哈，因为是全仓啊，你仓里面所有的钱全部要赔光啊，这个就是全仓的一个坏处啊，它的一个缺点吧。那选择逐仓啊，如果说你投入的本金少啊，因为它的爆仓价呢，如果说你的本金少哈，所以它的爆仓价呢会比较高一些。而这个全仓模式呢，假如说我有200美金，我把200美金全部当做保证金，好处就是哈，它的爆仓价可能会比较低，但是如果发生了爆仓，那么我的这200美金所有的钱全部会损失掉。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全仓和逐仓的一个差别哈，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在这个逐仓的后面，逐仓的后面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点一下，这里有个1叉，点开。这个呢就是杠杆，杠杆可以从1调到150，可以从1倍调到150倍，所以这个就要靠自己去掌握，根据个人的一个风险偏好。新手呢，我个人建议哈，前期呢我们调到个3倍就可以了，3倍或者2倍，因为这个倍数越高的话，那你盈利的金额和你亏损的金额就越高啊，相对于你的风险就会越大。这里举个例子哈，假如说100倍的杠杆的话，这个比特币它只涨了1%，那么你的本金呢就可以翻1倍，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但相反，如果说它跌了1%，那么你的仓位就直接爆掉了，你的本金也亏掉了。这个呢就是一个杠杆哈，杠杆啊，这个靠自己来控制哈，你想要多少倍？建议哈，新手，不管是新手，哪怕你是懂一点的朋友哈，都是建议5倍以下，小额尝试。好，点叉把它关掉。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好，下面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平仓，有个开仓，有个平仓。那下面这里就有一个限价单，有市价单，有限价止盈止损。那么限价是什么呢？限价这个限大家可以看到哈，不是现货的限啊，这是限定的限，限要去限定一个价格。假如说目前这个以太坊的价格是4716，那我要限定一个价格，我想在4500，我把它限定在4500去开以太坊。数量这里你可以选一下，点击一个啊，我去做多哈，就点一个开多，限定这个价格，我要等到它跌到这个4500的时候我再买入，我想在它最低点的时候我去把它买入进去，这个是限价哈。那市价就相反，市价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价格是你没有办法去选的，市价就是市场的价格，就当前的是什么价就是什么价，你只能选择一个数量直接去下单。假如说你不想等啊，就像这个刚才的现价是需要等待的，这个市价它是不需要等待的，立马可以去成交了，就可以去就可以买入了。比如说这里市价，我想买你也可以直接手动在这里输，比如说我要买多少，买50 USDT， 你也可以直接拉下面这个。比如说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给它开到50%的一个仓位，可以看到我这里有可用的有 7.43 USDT， 这里我选择一个，这里你可以把止盈止损填一下，这我点一个开多，可以看到这里它如果说你的下单数量太小了还不行哈，那数量太少的我们可以去划转一下，可以看到我这里面可用只有 7.43， 点击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箭头，点一下它，去把它划转到这个合约账户里面来。可以看到这里了我换了一个小额的一个这里直接输入之后呢，接下来呢点击一个开多，这里它要让你确认一下，点击确认，好，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就开了一个单子在这里市价立马就我们就已经成交了。可以看到我们的开仓价格240，开仓价格是 242.7， 这里能看到我们的强平价是162，保证金我这里选择的是逐仓，可以看一下。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当你下了一个单之后呢，你就能看到你的这里有一个仓位里面有仓位1。如果说你开了2单3单，下面就会有仓位3有3个仓位在这个下面。首先我们先要看一下你选的是一个什么交易对这里你选的什么交易对，再看的就是你选的是几倍的杠杆，还有你的数量开了多少，可以看到你的数量开了多少，这里可以看到我开的是3倍。我的交易在这里是Solana对 USDT， 这里就能看到你的保证金你保证金是有多少。这儿我只开了0点多 U 就不到3 U 这里呢它的保证金就是这个数。这儿能看到的就是一个开仓价格242.7。那么标记价格这里可以看到，标记价格是242，现在这个标记价格就是当前它现在的这一个价格，就叫标记价格。标记价格你就能看到我们242.7买进去，现在已经涨了242.8，虽然涨得不多。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强平价这里有一个强平价，那么我的强平价就是162.7，意思呢，如果说这个价格它从242.84跌到了162.722，那么我就会被爆仓。现在的保证金比例是 1.5%。那我使用的保证金呢，这里选择的是一个逐仓这里我只用了2.42 USDT。那后面能看到你的一个盈亏，下面这里有平仓呢，这里可以看到平仓它有2个平仓一个是现价平仓一个是市价平仓。什么是现价平仓呢？那什么是市价平仓？市价平仓呢，我就用目前的这个价格就直接平仓，也不管它亏或者赚我用现在的这个价格来立马把它平掉。现价的意思同样我是想在某个价格平掉我的一部分仓位，比如说当前价格是 242.8， 我想在245的时候来平仓限定一个价格。那后面可以看到有个仓位止盈止损，后面还有一个止盈止损。那这个止盈止损我们可以设置，比如说止盈止损这里仓位止损这里有个底，我们点一下止盈我这里刚才给大家讲了，比如说现在是 242.7， 那我在245的时候去把它平仓。那止损呢，我在200的时候止损。所以我们就可以限定一个价格你可以去自己设一个止盈的一个价格。当前应该最高价大概也是在245左右我就在245的时候呢去把它平掉。下面它会有一个比如说当你的标记价格达到245的时候你的预计你的亏损这里它能给你算出来包括下面一个止损当达到这个200的时候呢，你的亏损可以看到这下面呢它会给你计算出来它有一个自带的一个计算器，它直接帮我们算出来了你会赚多少钱，你会亏多少钱。所以止盈止损很重要，一定要设置。如果说你不止损的话，它就会接下来会直接给你爆掉如果说你止损了它会在你这个止损的价格就直接出来了。好，这里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个确认。好，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仓位的最右边，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保证金比例，目前可以看到我这个保证金比例呢是 1.5%。
如果说这个比例哈，可以看到在这边也能看到我的保证金比例哈是1.5%。如果说这个比例哈，保证金比例越高，那么代表我离爆仓就越近了。下面你能看到啊，你的资产是什么？你的资产计价是用什么计？比如说我这儿是用的 USDT， 那么为什么要用 USDT 呢？这个呢是 U 本位和 B 本位的一个区别。U 本位合约呢，那这里呢我盈亏我赚的它是一个 USDT， 这儿呢你可以看到你的一个盈亏比例哈，可以看到你的一个盈亏。那么我盈亏赚的都是 USDT， 在这里它很清楚的会显示你目前你赚了多少，或者说你亏了多少。这个界面很直观，在手机端也是一样，看到这里你能赚多少，你亏多少，它这里都会给你显示出来。但是如果说你是 B 本位合约呢，它就不是这样。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我们找到这个交易这里合约里面可以看到它这有一个 B 本位合约，这个 B 本位合约呢，你赚到的是 B。可以看到它是 B 哈，比特币的 B 本位合约，你赚到的是 B。那这里计算的用的是比特币来计算的。如果说你用的是比特币你的 B 本位合约呢，你用的是比特币，那么你赚到的可能也就是比特币。所以现在来这个 B 本位的人很少哈，一般都是用的是这个 U 用这个 U 来计算。那这个 B 本位它不太好计算因为它是用 B 来计算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根本搞不清楚比如说像比特币10几万这种它给你什么0.0几的什么0.0几 BT， 可以看到BTC， 这样你根本没法计算所以一般不建议使用这个 B 本位，我们就用这个 U 本位来进行合约交易就可以了因为这个 U 本位合约的话，它很直观的可以看得到，这下面可以看到我们亏多少钱。因为这个 1U 就相当于是1美金它跟美元是1比1挂钩的，并且这个 U 本位永续合约它的深度会好一些。接下来我们鼠标往下拉，你可以看到这儿就是我们的一个仓位，那么这个仓位还在，证明呢你还没有被爆仓或者被止盈止损。如果说这里已经不在了，你这个仓位要不就是爆掉了，要不就直接给你平掉了。接下来可以看到，当前呢，我进来的是242.5现在呢，它是242我这里是处于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大概还没有，马上就快亏了1美金了。那如果说我不想再接着往下亏我想把它平掉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2个有一个限价，还有个市价，我就直接点击这个市价。这儿它会让你确认一下那我就确认。这里可以看到盈亏的话数量是多少，我就点确认。OK， 接下来你看下面这个仓位就没有了，这个仓位里面显示的是0，那它就直接就帮我平掉了。接下来可以看鼠标往上拉，我的可用 USDT 就是12.40 USDT， 大概呢就是不到1U 的一个亏的不到1美金。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很多时候为什么你说我在这里搞了半天我在这儿为什么我不能交易，总是显示这里面没有资金不足，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可以看到这上面这里，你仔细看一下这里会有2个小小的箭头在这个可用后面有2个小小的箭头，那么这2个箭头它是可以帮助你内部转账。我们点击一下它看一下，比如说现在我这个账户里面没有钱，那么我想从其他地方，比如说我想从我的资金账户里面，一般情况下我们买了的 USDT 呢，它会在资金账户里面，你点这里有一个倒三角，再选择资金账户，你把你的钱呢给它从资金账户把它划转到我们的这个合约账户里面来，才能进行交易。这里数量你点一下数量你选择最大，比如说你可以点开看你的这些 USDT 在哪个里面，是你现在是什么币选好之后这里选最大，直接点第一个确认把它划转进来。这里有了币之后这里有了 USDT 之后，我们才能进行交易。因为你不划转的话，你这里面你的钱不够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进行永续合约你没有办法去开仓。我刚才就是从其他的账户里面划转过来了几 U。那可以看到在可用的在这个箭头符号后面，这里有一个像计算器一样的它就是一个合约计算器你可以点开它。点开之后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它会有一个盈亏，比如说你做多我选择多少，我的开仓价格比如说现在是我就说个240你的平仓价格你选择多少倍，你的数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比如说你
你可以算你的盈亏、目标价格、强平价格、开的可开价格，大概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当前我就开了个10倍，我看一下我这里开仓价格是242，平仓是250，我的数量是10，我来计算一下。结果你可以看到啊，你的保证金要多少，你能赚多少啊，你的回报率这里它就能给你算出来。这里的开仓价格盈亏这些大家都可以算。比如说你这里拉到的是30-40倍它又不一样了，你可以来看一下，再点一个计算。那我们拿100U，你能看到你这里的一个结果。如果说你做的是这上面你也可以减直接输入也可以。比如说我用5倍的杠杆，5倍的杠杆，这里把它改成一个比特币5倍的杠杆。那开仓价格呢，我就用万我用2万的价格来开仓了1000美金的比特币。我想在22000的时候来平仓，这个时候呢就点击一个计算，可以看到的是我需要的保证金我要有200U 的一个保证金需要200美元的保证金。那我的盈利呢，我能赚100U， 回报率可以看到是50%就相当于是赚了一半，50%的一个收益率回报率。那这个如果说放在传统生意里面真的没有什么生意可以比得上这个。计算器超好用大家可以来试一下。接下来鼠标往下拉，我们可以看到这儿还有一个手续费等级，这里显示我们的等级是一个普通用户。那这里手续费你可以看得到，首先就是一个吃单方。什么是吃单，什么是挂单这里很多朋友可能新手朋友又懵了这儿我们截个图来，我们再去让 GPT 给我们解释一下用 AI 来帮我们解决一下问题。不懂就要问这样搞明白了你才好去交易。那么这里他看到了，首先我们目前我们的账户是一个普通用户的一个等级，它有吃单挂单这里什么是吃单方与挂单方？那吃单方呢，就是指直接以市价成交，就像我们刚才一样的，就直接当前的价格直接成交了这种就叫吃单。这个吃单呢，是指我们要去吃掉订单簿上的现有的一个挂单。比如说有人挂的有242.7的订单就像我刚才去交易242.7，那这上面有人挂的有这个单，我们立马就去把他的单吃掉，这个叫吃单直接以市价。我们只要明白一点，就是我们如果说选的市价，那么它就叫吃单。如果说我们选择的是现价，因为这个就叫挂单，你挂在那里还要等着别人来成交这种就叫挂单方。显然吃单的一个手续费更贵挂单的要便宜一点。市价就是快速成交，现价就是等待成交这里没注册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的一个币安的注册链接和邀请码，包括评论置顶也能找到币安的注册链接和邀请码这样呢就可以节约20%一个手续费减免。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下的每一笔单呢都是有一个手续费的，所以这儿其实不要急于成交尽量挂单，能省手续费。我们尽量去选择一个现价单。回到这里，其实交易所呢，它也是希望你多去挂单想要节约手续费的朋友可以直接扫描，也可以扫描屏幕前的，用你的浏览器扫描屏幕前的2维码并且输入我的邀请码，这样你就可以永久享受一个20%的一个手续费减免。那这个大概币安的一个永续合约的一个操作方法希望可以对我们的新手朋友能够有所帮助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喜欢小鱼儿记得点赞订阅并把它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